Radio， 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梦境这个派系。在 EXP 版本里面的梦境，它们主要的兵种构成是暗精灵。是的，除了英雄无敌5代之外，3代其实也一直以来有暗精灵的设定。如果说英雄无敌5代地牢的暗精灵狡猾且残忍的话，那么毫无疑问梦境里面的暗精灵残忍且狡猾。不过虽然他们狡猾而且残忍，但是他们也同样敌视想要毁灭世界的地狱之流。就像中古战锤里面的暗精灵，坏事是一件没少做，但是打起混沌来他们一点也不含糊。说起梦境，大家第一印象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7级兵。除此之外，梦境还有一个提升魔力的建筑，可以说在破坏性魔法这一块完全可以和5代的地牢相媲美。和很多种族一样，梦境也可以建设船屋。他们有2个兵种增产建筑，首先是蘑菇园，可以提升他们1级兵每周6个的产量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有一个怨灵湿地的建筑，提升4级兵每周2个的产量。招牌建筑魔力水晶可以提升英雄的魔力技能 10%。 可以说魔力这个技能在梦境这里终于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技能了。作为一个崇尚魔法的派系，他们还有一个星辰雨，可以使助手英雄提升2点力量。建设之后，他们甚至还有动态的特效，非常的美观。除了可以增强魔力，提升助手英雄的力量之外，他们的神器也丝毫不含糊。不仅可以使友方英雄的魔力增幅 30%， 而且还可以提升助手英雄10点的力量。地下城的大地守护者不止一次的告诫自己，英雄无敌3没有完爆，没有完爆。除了可以增强魔力提升力量之外，梦境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他们的兵种全部没有士气。不仅没有士气，他们的兵种也不吃任何心智魔法，这是一个非常强的特技。不仅可以被转世重生复活，而且和亡灵相比，他们也不会降低其他友军的士气。梦境的1级兵是黑暗侍从，他们是一些低阶的暗精灵，没有升级之前他们就有6点的速度，还有8点的生命值。这个属性虽然乍一看非常的肉，速度也不错，但是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，它的攻防和小怪物基本一样，杀伤力也是少少的1到2，在前期你根本打不出什么输出。升了级之后售价60金币，相较于黑暗侍从，黑暗守卫的杀伤力是恒定的2点，攻防也是提升了1点，但是速度没有变化，还是6速。实战的话，他的战斗力和一个狼人差不多，8点的生命值也意味着他是一个合格的炮灰，毕竟售价只有60金币，而且免疫心智，在性价比这块是完全过关的。2级兵叫做风舞者，售价100金币，产量每周9个。和大部分的兵种不同，他们升级之后动作模组和之前都完全不同了。15点的生命，2到3的杀伤，7点的速度，完爆强哥协会的又一个新会员。在性价比这块也是非常的过关，100块买个这个东西那是相当的赚。但是还是那个问题，和前面的1级兵黑暗侍从一样，他们缺乏输出。那么在升了级之后，这个现象有没有改善呢？在升级了影武者之后，售价变成了140金币。升了级之后，杀伤力虽然还是少少的2到3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半还击的技能。一直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，如果他半还击攻击到3个单位，而且他本身没有不受反击，这样的话会不会3个单位都给他一次还击呢？实际上这想想也是不会的，只有攻击目标会给他还击。升了级之后，速度来到了9点，无论是仰步还是风筝都非常合格。梦境的1级兵和2级兵都严重缺乏输出。如果是开荒的话，真正要倚仗的还是他们的3级兵。3级兵暗影射手没有升级之前售价220金币。单看属性的话，虽然生命值也只有15点，但是攻防要比木精灵高。最早的时候这个兵种有21点的生命，那个时候他妥妥的肉装弓箭手，完全的破坏平衡。3级兵在没有升级之前杀伤力也是3级兵的平均水平3到5，要想让他真正发挥战斗力，你还是得第一时间升级。咱们暗精灵也有属于自己的大地，升级之后杀伤力来到了3到6，生命值来到了18，它有一个无视距离惩罚的技能。这个兵种最早的时候有23点的生命值，那个时候完全就是大地和显眼的私生女。在魔暴龙给圣龙大佬提了一个小意见之后，圣龙大佬也做出了更新，把他的生命值调到了18。不说别的，就圣龙这种更新的态度就值一个大大的典范。4级兵叫做幽影，它是一个亡灵单位，但是由于梦境所有兵种都没有士气，所以说带着它并不会降低士气。作为一个飞行兵，没有升级之前就有9速，杀伤力也是6到10。
基本相当于一个小暴风雕的配置。没有升级之前售价350金币，有点小贵，升级之后售价380则是刚刚好。不仅攻防获得了提升，而且速度来到了12点。它在攻击之后会释放悲痛欲绝魔法，降低目标2点士气。众所周知，悲痛欲绝这个魔法除了你的英雄手动释放，在别的情况之下它都很好用。尽管特技和机动性不错，但是愿影的输出并不是很高。真要输出，还得是梦境的第一个核心兵种灵魂剑士。灵魂剑士售价520金币，尽管它攻防只有12点，杀伤力也只有12到15，生命值也是少少的40点，但是它有一个忽略敌方30%攻击的特技。这个特技和深渊号角港口里面鱼人的特技很像，就比如一个大天使有30攻击，攻击灵魂剑士的话降低30%，相当于只生效21点的攻击。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肉盾技能，但很可惜灵魂剑士是一个脆皮。这一切在升了级之后就不一样了，升级成灵魂剑圣之后，不仅攻防提升了2点，并且它还多了一个让黑旗都自愧不如的技能。黑旗只有20%的概率触发致命一击就已经天下无敌了，而咱们的灵魂剑圣同志则是稍作修改，把致命一击的概率改成了50%。关于灵魂剑圣，我们要全面客观的看待，不能因为致命一击这个大优点就忽略掉了它其他的小优点。这是一个优点大于优点的兵种，高输出单位最怕什么呀？最怕控制。但是灵魂剑圣好呀，好就好在它还免疫心智，并且由于它有忽略攻击特技的存在，实际情况之下它可能比牛头王还要肉。梦境里面当之无愧的小核心。6级兵是梦魇兽，在英雄无敌4代的混乱阵营也有登场。没有升级之前售价1000金币，这个属性和售价850的独角兽完全没得比。当然任何6级兵都不可能和独角兽比性价比。这个兵种和灵魂剑圣一样，没有升级之前可能平平无奇，但是在升级之后一切就不一样了。升级之后的阴影兽不仅有30%的概率在攻击的时候触发恐惧，并且它也可以和邪神王一样养猪，只不过它养出来的猪头是梦境的4级兵怨灵，这就非常好了。地狱的猪头要飞不会飞，要速度没速度，并且由于养猪是用的有方单位的尸体，天生就具有亏损性，这也难怪广大的地狱玩家不喜欢养猪。而梦境的阴影兽就不同了，首先怨灵是一个高机动单位，而且还会飞。另外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，梦境的1级兵可是很肉的哦。看到这里是不是豁然开朗了呀？地狱的养猪不行，还真不能全怪邪神王，要怪就只能怪那个没出现东西啊，万浪费的小怪物。小怪物51个4点生命值，而梦境的1级兵也是51个，人家8点的生命。所以说在梦境这里，你要养怨灵的话，你本质上是赚的。地狱跟人家好好学学什么才叫养殖技术。最后那就是重头戏了，大家全体起立。梦境的7级兵虽然不是斗蛐蛐最强的一个7级兵，但它绝对是最成功的一个。7级兵的得失在什么呀？在于2点可有可无的攻防吗？在于大同小异的移动速度吗？笑话，我们还在这儿比属性抢速度，试图证明我们才是最强的7级兵，到头来好用程度还没有人家梦旅者的一根脚趾头。一些梦境玩家总是说梦旅者要升了级才厉害，其实你仔细看一下这个属性的话，不能说是吊打小恶魔吧，至少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超过。小恶魔什么水平大家懂的都懂，并且梦旅者不仅属性不错，而且售价方面也非常的公道。但是如果到此为止的话，这个兵种是完全称不上最好用7级兵的。它的高光时刻在升了级之后，这个单位在升级之后它是可以吸血的。墓园的吸血鬼吸血只图一乐，因为吸血鬼王的输出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而噬魂者就不一样了，它是一个7级兵，输出方面天然的有保证，不受反击外加吸血已经可以把它推向神坛。但噬魂者的恐怖之处远不止于此，因为它还免疫心智魔法。泰坦巨人广受好评，除了它的远程攻击之外，不吃心智也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。而咱们的噬魂者则是把泰坦和大恶魔的优点全部融合起来了，并且看过 UP 主之前法术介绍视频的朋友想必还有一点印象，那就是 EXP 版本里面有一个强大的5级法术，这个法术叫做龙之力量。在你的英雄会高级火系的情况之下，给噬魂者套一个巨龙之力，可以使他的杀伤力还有生命值翻倍。无需多言，这种恐怖程度不是可以用语言来形容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 UP 主一直说玩梦境你只要升到高级7级兵，你就可以解放双手了。这个兵种用起来的话，就是3个就能形成战斗力，上了10个完全不用担心减员。最强7级兵你值得拥有。
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梦境的英雄，首先是进攻特阿拉克。在 EXP 版本里面，无论是进攻特还有防御特都已经通货膨胀了。当然，就算是再通货膨胀，这两种特长也是很强的。开局进攻加抵抗和一些开局进攻加防御、进攻加招魂的进攻特相比，还是小有不足。在进攻特里面，也就是中游水平，UP主最喜欢的一个梦境战士英雄，本身就是梦境里面的射手特，开局还是战术加剑术。开局技能很好的同时，特长的暗影猎手也是非常支棱的输出单位。一般来说，你玩一个新派系的时候，不知道用哪个英雄开荒，你就选择这种就好。黑暗侍从特哈克，开局战术加驯鹿，其他英雄黑暗侍从开局带20到30个，而到了哈克这里只有少少的15到20，并且尽管黑暗侍从生命值有8点，非常的不错，但是他即使是升了级之后，他的攻防总和还不如升了级的小怪物。所以说这个英雄哪怕是到了后期，他带领的黑暗侍从攻防也并不是很恐怖，和莎莎、骷髅王、全灵特这种还有很大的差距。风舞者特伊丽莎修女，尽管风舞者升了级之后带有范围伤害，但是明眼人一看他那2到3的杀伤，就知道即使是范围伤害，输出也并不爆炸。所以说梦境的前3级兵特真正最强的还得是暗影猎手特，开局进攻加幸运，如果没有这个幸运是终极进攻的话，还是可堪一用。这位可就不得了了，这是 UP主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战士英雄，他叫做伦娜，是幽影特。和地狱一样，梦境也是可以养猪的，并且人家养出来的是可以飞行的幽影，和猪头完全没有可比性。由于幽影是个亡灵，所以说梦魇兽在养猪的时候，尸体的对象可以是丧尸，于是一个非常血腥而且黑暗的链条就产生了。幽影特开局有招魂术，消灭掉敌方部队之后会召唤骷髅兵，召唤的骷髅兵你把它送掉之后，还可以用梦魇兽招出幽影。地狱你跟人家好好学学，养猪是可以不花钱的。梦境的新型养猪技术，无论是从积极性、效益还是后期结果来看，都远胜地狱。这也是 UP主非常喜欢的一个花活，玩起来确实很有成就感。地狱招恶鬼，我不屑一顾；梦境招幽影，我乐此不疲。在梦境，你除了可以养猪之外，你还可以体验外交术的快感。这位灵魂剑士特，乍一看好像很奇怪，梦境的兵都是没有士气的，你带个领导术有什么用呢？但当我们继续看到他开局有一个外交术之后，这就不奇怪了，连外交英雄都做得如此完美，我只能说这不愧是梦境。梦魇兽特伊蒂西亚，这位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开局带个终极幸运术。拿地狱比较的话，你要玩养猪流也会选择猪头妹而不是邪神特，总体上没什么卵用。后勤特卡斯，这个后勤特和别人不一样，人家就是安心当副将的。后勤学可以保证你的英雄开局探图速度变快，而理财术又可以很好的解决你前期经济问题。这就是人家梦境，什么样的英雄干什么活都是提前安排好的，精准的梦境工艺属于是。游戏里面有点将这个操作，所以说如果你想玩后勤特的话，你点一个没有理财术的就好了。至于卡斯，他当副将绝对非常够格。丧心病狂特卡斯帕，开局使用的丧心病狂就是终极火系效果。如果你觉得终极丧心病狂的范围就够用的话，你都不用学习火系。但是卡斯帕也是告诉大家，他开局有个学术，本质上他的丧心病狂是教给你其他英雄的。这里再提醒大家一下，梦境的兵种全部免疫丧心病狂，正因如此，你在使用丧心病狂的时候，甚至不用担心误伤。智力特摩格，平平无奇的智力特没什么好说的，除了进攻特、防御特之外，新增的智力特和魔力特也非常的多。蛊惑人心特薇奥拉，蛊惑人心这个魔法，如果你的英雄特长的话，它控制的生命值还是比较多的，并且人家作为一个法师，开局还有个后勤，难能可贵。想要体验蛊惑人心的快感的话，就选择薇奥拉开局。双目失明特布里吉特，开局使用双目失明就是高级火系效果，就是你的近战兵把失明的目标打醒之后，那个目标并不会反击，可以说非常的灵活，并且人家开局还带着一个理财术。这就是梦境，人家英雄里面当主将的不少，整花活的英雄不少，就连当副将的英雄都非常称职。魔力特莫娜，由于梦境有提升魔力效果的建筑，这就使得如果你想玩魔力英雄的话，也是首选梦境。新派系讲了这么多，如果让UP主选一个综合能力最强的种族的话，那毫无疑问就是梦境。
梦境不仅兵种强、英雄强，而且呢强的也不算过分，并且人家花活也多。想养猪可以梦境，想魔力可以梦境，想玩蛊惑人心这种冷门法术也可以梦境，想解放双手躺平不干还是梦境。个人感觉这是 EXP 版本里面最成功的种族没有之一。保什特耶茨贝尔，每期视频 UP 主都强调 EXP 版本里面的学习能力是个妥妥的轮椅技能，在可以学习原力魔法之后，开局带个学习能力已经完全不是减分点了，当副将甚至当主将都够格。失忆大法特玛格丽塔，这个英雄的特长实际上有点鸡肋，因为终极的失忆大法并不是一个群体法术，敌方远程兵比较少的话你可以用一下，但如果敌方远程兵分的组数非常多，你还是学习一下高级水系为好。技能方面人家开局带个初级火系，前面说什么来着，玩别的派系你可以不学火，但是玩梦境一定要学火，人家的龙力梦旅者可不比城堡的镜像大天要弱。最后一位悲痛欲绝特林恩，悲痛欲绝这个魔法好呀，好就好在如果不是你的英雄主动释放的话，那它绝对是个好魔法。换句话说，不是在4级魔法塔里面出现的悲痛欲绝都是好样的。最后咱们来简单的点评一下梦境。梦境这个派系既好玩又强大，你要说上手难度呢，人家英雄质量也过关，开局的开荒也不成问题，并且人家的7级兵也是足够的强，我真没有看到有什么上手难度。这样的话，新派系还有3个，峡湾、花仙堡还有近邻。近邻目前正在重做，应该是12月份就会做完，那个咱们最后更新。视频制作不易，非常希望大家一键3连。咱们下期更新花仙堡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